第10章，李时珍目前7期座庸书成，其乐无穷由莫干山，小有收获要学词典，好梦成空挫折横生，工作不辍远游蕲春，房里是墓里是墓碑，设得一景钞票流行之后，银元渐渐感到衰落。自从政府发行10进制的辅币以后，买邮票、车票以及公用事业的付账确乎十分方便。可是市民都感觉到由小阳变为大阳，生活程度不免高涨，具有惶惶不安之象。米价只涨了一些，小市民们已感到威胁。我的门诊诊金依然收1元和小阳2角，出诊收6元和小阳4角，市上辅币多数仍以小阳计算。这时我的诊务已入正轨，每天总有30-40号门诊，3-4家出诊。在当时我的生活，除了付房租要付银元之外，日常开支用一些小阳的银饺子已经足够使用而有余了。我唯一的娱乐是公余后看一场电影，至今数10年依然如此。我的太太在婚后初时因为拿到了就职中学毕业文凭，吵着一定要出去做事，也曾在一间小学校中教了2个月的书，月薪30元，放学归来改卷子极为辛苦。我说，你不要去教书了，只要在家中处理家务，研究烹饪，每天烧些可口的菜肴就好了。座庸书成，其乐无穷。我有一笔最大的支出就是买书，布置了一间宽大的藏书室。叶公绰为我的书斋写了一个匾额是书成2字。我每天有闲时坐在书室中翻阅各种书籍，觉得其乐无穷。我受到丁福宝老先生的影响，研究日本的片假名。片假名即是日本的拼音字母。从前的日本文每一句汉字占得很多，所以只要懂得拼音和造句文法，看日本书就比较容易了。日本汉医书籍很多，因此我常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买日本的汉医书。主人内山完造是一个中国通，不但能说一口很纯正的中国国语，还能说很流利的上海话。内山书店并不大，3面都是高大整齐的书橱，中间放着一个紫陶灰炉，炉旁边有4张小藤椅，专供顾客阅书品茗。这里有一位常客，就是鲁迅，他的名字和内山书店是经常连在一起的。内山书店的书偏重于新书，内山和我说，你要搜集汉方医书的话，最好亲自到日本去，东京神田区有书铺300-500家，所有的汉方医书都可以买得到。那时日本是金本位，中国是银本位，其实银贵金贱，虽然有大批学生都到日本去留学，但是旅客去日本的还不多。我打听到日本去要多少费用，因那时尚无空运，只有乘坐日清公司管辖下的轮船前往。日清公司买办是名画家王一亭，我去请教他老人家，他说船上有一买办间，你可以不必买票，就睡在那间常常空着的买办房里，到达日本之后，只要给茶房2块钱小账就够了。我听了很高兴，准备去一次。但是我的太太认为去日本花费很大，而且言语不通，到了那边又没有熟朋友招呼，再说做医生的常常出门会影响到业务，不如过几年再去，于是日本之行就作罢了。游莫干山，小有收获。我在上海开业几年后，病加日增。有一天，某附身请我出诊，他是久病之人。他说，今年夏天气闷得很，我想到莫干山去养病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，为期大约1个月，你的业务损失全部由我负责。
我心想，暑期正是医生的旺季，怎么可以贸然离开？迟疑好久，答不出话。他说，现在正是富商巨贾以及政坛名流到莫干山避暑的时期，你去的话，除了为我诊病之外，还可以介绍这些人给你相识，要是他们有病的话，也都会找你去看。我说，莫干山没有药材铺，我要准备一些药材，才能诊病处方。他说，那便当的很，你要多少就带多少。我回到家里一想，诚要带100多种饮片，要应付暑期和调理的病症，也要用到200多种。于是我特制了4只大木箱，木箱一开，两边都是格子，每一个格放1味药，但是仍然容纳不了，因此另外又备了几个药草的包裹，以备天用。这4只木箱里的抽屉格子是特地到虹口一家日本木器店定制的。我一切准备完毕之后，某富绅和我就定期启程。从前到莫干山，要先到杭州，先坐船，后坐汽车，再上莫干山。先期打一个电报给莫干山铁路饭店经理，要订10个房间。经理还没有回电，我们一行车辆已抵达莫干山雨村，坐着竹兜登山，一路上竹响泉吟，好景目不暇接。铁路饭店经理周军看见大队人马已到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对来客说，我们只收到订房间的电报，但是我们的回电只答应4间，2间有套房，2间双人房，因为军政当局正在这里开会，实在没有空房间。随从中有人暴跳如雷，某公神色自若地说，有4间已算好了，不可和别人争论。那位经理说，这里附近范师长有一个别墅空着，我想你们可以去住，饮食由我们这里供应，不过床榻被褥只能请各位将就一些。某公说，好极，好极。接着他就对我说，你同我都住铁路饭店，不但有照应，而且2间都是套房，一定有许多朋友请你看病，也很像样。我就接受了他的好意。我在会客室中安排下一个诊桌，又将木箱打开，立刻成为4具药橱，分开来能成8行，仿佛一间小型的药材铺。莫干山从前是西人避暑的区域，景色优美，尤其是傍晚日落时分，起初见到远山的边缘，沉下像半轮大的太阳，颜色鲜红，金光四射，周围陪衬着绚丽的彩云，真是美丽极了。区内马路、水电以及邮电设备向由西人指挥管理。民国成立之后，收回主权，设莫干山管理处，置处长1人，警察20名。这些警察只管住客上山下山的出入口，管制得相当好，所以区内的治安非常宁静。